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又到了每周 SCP 的时间。上次发了一期 SCP-1983 死境之门，看到小伙伴在下面留言想看 SCP-990，感谢大家踊跃发言。有想看的，正正尽量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的。目前为止，正正也讲了许多 SCP 了，不管是 Euclid 级的还是 Keter 级的，我感觉对于这些 SCP 项目来说 ，SCP 基金会就像是个弟弟。那些大佬级的 SCP 项目只是暴露点把柄，才会让 SCP 基金会收容控制了。而今天就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，他是个大预言家，叫做 SCP-990 梦行视照者。SCP-990 是一名身穿西服的神秘男子，据说会出现在 SCP 基金会人员的梦境当中。至今为止，没有人员在现实当中遇到过 SCP-990。如果他是个人类的话，那么连基金会都还没有发现过他。目前还未有任何报告显示 SCP-990 还会出现在非基金会人员的梦中。但自从 SCP-990 开始出现，几名特工在讨论各自的梦，发现都梦到过类似人物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 SCP-990 的存在。紧接着，大量特工报告自己梦见了符合 SCP-990 特征的人物。此现象在发生99007事件之后正式列入 SCP。下面我们来看看99007到底发生了什么吧。据说某位特工并没有在指定的时间报道，赶去搜查时，发现他在自己的宿舍里面睡觉。该特工已经睡了18个小时了，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叫醒他，于是将这位特工送进了医疗舱。在沉睡超过40个小时后，该特工苏醒了，但情绪极度激动。他在医疗舱里面乱跑，还大喊大叫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。医生给他注射了大量镇定剂后也无济于事。这名特工的身体机能依然处于危险的加速状态，例如心跳加快、血压上升等。该特工描述了一个跟 SCP-990 基本特征相符的男人出现在梦中。有博士的报告称，这名特工大喊大叫说出的内容是详细描述了一连串事件，将导致几支战术核弹向欧洲中部以及东亚发射，会灭绝近98%的人类，从而人类社会彻底崩溃，最终迎来世界末日。该特工还声称，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他被困于梦境时 SCP-990 对他的详细阐述的。基金会派遣的机动特遣队去消除导致世界末日一连串事件的根源，最终机动特遣队成功地完成了任务，避免了危机发生，而特工却没有撑下去，最后因休克而死。在99007事件后 ，SCP-990 在许多基金会人员的梦中出现，并带来了类似的预言。目前为止，没有类似事件99007的情况发生了。不过 ，SCP-990 预测了某位博士的死亡确实很准确，此外还预测观察站被毁灭等等。所以，任何人员梦到 SCP-990，无论事情严重性如何，都应该向基金会报告 SCP-990 带来的预兆。如果 SCP-990 在其梦中出现的话，基金会人员是可以自由地与他交谈的，并鼓励他们向 SCP-990 套取更多有关于他的信息。此外，博士还表示，假如有任何人能够证实 SCP-990 真的存在于世上，那么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。在另外一个文件当中，记录了博士与 SCP-990 的访谈。博士想套出他的名字，但似乎没有什么用。当博士质问他为什么要用胸罩恐吓基金会工作人员，有特工因为他而身亡了。SCP-990 说自己暂时还不算坏人，博士对他有误解，但是他确实预言了一堆不幸的事情，有的跟基金会有关，有的也跟世界末日有关。SCP-990 还透露基金会还会有一个真正的坏人存在。当博士反驳并没有那个编号的 SCP 的时候，他说还没有出现在世上呢，基金会知道的还是太少了。当博士还想继续追问这是否就是预言的时候，闹钟响了。梦就醒了。我觉得 SCP-990 就像是上帝视角，看基金会就像是在看蚂蚁一样。可能觉得跑到基金会工作人员梦里当预言家很好玩，本来并没有什么恶意。那名睡了40多个小时最后休克而死的特工也是个意外，可能是因为他的抗压能力太弱了，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，而且传递的预言是世界末日就崩溃了。刚才开头我也说了，基金会在这些收容物面前也只能算是个弟弟，根本不拿他们当对手。要是真的都针对人类的话，人类根本就没有办法存活啊！随便一个 Keter 级的就可以做到。还有另外一种猜想 ，SCP-990 是来自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的基金会，因为某种原因误入了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梦境当中，发现这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方式，还可以通过梦境对话。于是通过让基金会人员做梦的方式，告知了基金会已经存在 SCP-990 所在的平行世界里面发生了重大事情，提醒他们一定要阻止灾难事件在这个平行世界里面再次发生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这个梦中的预言家有什么看法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喜欢本视频呢，一定要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啦。